一杯热酒问长空，山河万里笑谈中，恩怨情仇皆消融。心归何处谁是同？寒暑经年几风光，金戈铁马笑长空。只愿此生化作风，吹散人间万古痛。此北京苍穹，今古榕，今离人，今归舟。就算有3000个日月春秋，够不够饮尽这杯太平酒？国中的形势，七郎是知道的。几个月的战事下来，府库几乎为之一空。大战得胜固然是幸事，可是犒赏三军，却又是一笔大花费，钱粮从何处来啊？这几日，几位相公大餐，头发都白了一半。九郎揭开了台州的案子，固然是一时痛快了，可想填上这个窟窿，50万户的粮米是免不了的。代运的案子，内库失火的清流，这么多年来，早已查得七七八八了，可姑却一直忍了。午夜梦回，多少次姑梦见父王，父王质问姑：孝悌何在？为人子者，不能报父母之仇，那还算是人吗？大姑还是忍了。山岳社每岁为朝廷库藏捐输粮米25万户，银10万，绢10万，善财难舍呀。姑这个吴越的大王舍不得这笔钱，姑已有决策。程昭岳这贼子，若是能拿出50万户粮米为姑填上台州这个窟窿，这杀父之仇，此生此世，姑不再与他计较。不孝的是姑，与你等无干。王兄，何至于此？可如今却是不成了。杀父之仇，姑能忍；叛国之罪，姑却不能姑息。臣弟谨遂，觐见陛下。弘济自润州的急报回来了，南边的事情这2日便有眉目了。陛下，程昭岳不过是一介商贾，其言不可听，其人不可信呐。黄考当年不过亳州开元寺的一仆役，太后亦不过是内眷一婢女，咱们家
当年还不如一个商贾。臣失言。皇兄，福州战事已终，前事已无外患之虞。这陈昭岳在杭州无权无兵，纵然有心，怕是终究难成大业。若只是一个程昭岳，朕原本也不抱什么希望。谁叫他钱家出了一个不安生的余障子，鞭笞县令，凌破士绅。东南诸州现在是怨声载道，朝中重臣大将人心浮动。程昭岳此时居中联络，或以会行，或以恩师。杭州城内现在是钱流激荡，大乱在即。洪基已在润州提调3军，只等大乱一起，立刻剑指钱塘。是时候跟吴越这个老冤家算算明账了。却不知这程昭岳说反了哪一位？旁人倒也罢了。上统军使胡进思是3朝元老，亲信部将遍布吴越军中，有他的元首，洪基和程昭岳的这桩买卖，10分倒有8、9分能成事。若真天遂了人愿，这个节度使，朕给他程昭岳又有何法？胡进思，父亲，父亲，7郎军和9郎军半个时辰之前叫开了通岳门，联袂入宫。你做工部尚书多久了？5年零3个月。与你的才具，想做宰相，确实勉强了些。儿子本也没指望，父亲在，大王也不可能让儿子进相府。一部尚书，5年多，儿子知足。你倒是知足了。你那些弟弟们呢？你的儿子们呢？我就是了。你弟弟才14，他的富贵，你当兄长的不操心，我这当爹的还能不操心？乱世偏安，贫贱未必是祸，富贵也未必是福。父亲，不要学那些文算错大，看见把刀就要念阿弥陀佛。60多年前在萧山，你老子从山脚一路砍到山顶，砍坏了7、8刀，浑身上下都是别人的血。富贵贫贱，都是这把刀。这把刀在自家手里便是福，在人家手里便是祸。胡进思，王兄，程昭岳一介商贾不可虑，然则胡进思乃是跟着阿翁一起征战天下的老臣，久在军中，威望卓著。虽说这些年来不曾出点外军，然则军中众将皆曾为其部属，还兼着内衙军的上统军事。此老若是与程昭岳互为表里，联手作乱，王都之内历史便要掀起塌田大乱。
可臣弟怎么都想不通啊！胡俊思，军中元荣，3朝元老，与程昭月暗中勾连，图谋逆反，这总得有个缘由吧？胡进思一把年纪了，与吴越前王家3辈子的交情，竟答应你去趟这趟浑水，为了一个史相的虚名。中原换了10几个天子，在程某看来，天下之事皆是买卖，有买就有卖。为了富贵权势，子弑父，弟杀兄，石敬瑭更是连燕云16州都卖给了契丹人，3辈子的交情，3辈子的交情，3辈子的交情又能如何？眼看着一群有党反的旨意性情，便都一个个的分了节度使；眼看着一干毛头小子只因外戚姻亲，便都一个个的登阁拜相。换作是你，能忍否？胡进思虽名节高，但始终不得见金节，亦不得入相府，日子久了，相生怨怼，又有何想不通的？七哥，若是胡进思他真的反了，此时此刻，咱们兄弟怕是什么都做不了了。九郎说的有理，胡进思在杭州所掌的兵权，犹在当年代运之上。但是这自成与洛城的防务也是绕不开他去。此人若是反了，这杭州城内怕是连一支可用之兵和一员可信之将都没有了。连秦从都都用不得了吗？秦从都指挥使是由6个亲简，指挥使之下是有上统军使，于外镇各都里遴选，再就是内都监属，以3-1之数全须签押。胡进思上统军使，程昭月内都监使。如若此2人真的暗中勾连，图谋逆反，那这些年将秦从都上上下下换成自己人，不是难事啊。九郎可有法子？那就要看6哥到底想处置谁了。若是程昭月，发一道亡命，宣他来此，我们兄弟3人一人一把刀子就能把他给解决了。九郎，这简直是胡闹！王兄乃一国之王，7个倾倒险境，那七哥说个法子。九郎，若孤想处置的是胡进思呢？那臣弟也没法子了。胡令公的年岁，比咱们兄弟3人加起来还多30多年啊！弟弟的这些花花肠子瞒不过他。而今之计，是要想个办法将钦从都和钦备都给调出去，暗中指挥姑父、水丘公、养元2位大参，再就是吴伯父，请他带着仪仗嘉甲入子城亲王。差不多有700-800人。胡令公若是真的反了，率着兵打进来，那臣弟就带着这700-800人跟他亮刀子。胡令公也是90岁的人了，说不准一口气没上来，那6哥便还是吴越的王。那若是臣弟要是没撑住，在父王那儿也能替2位哥哥打个前站。调亲卫亲从6都出子城，以什么名义？还得是程昭元，私藏器械、甲仗，沟通帝国，命钦从都和钦卫都将他的宅子给围住，
缉拿归案。既然各级军校和程昭岳有所勾连，你若去拿程昭岳，他们又如何肯去？程昭岳不是狐狸空，他没带过兵，未曾上过阵，纵然在军中广施财货，那也只是卖法施恩。军令骤下，就算有1、2死士，也一时难明虚实啊，总是要乱一阵子啊。只要不给他们串联鼓噪的时间，以快打慢，将他们给轰出子城。到时候，北门、通越门一关，内外之势一成，他们再想回来，只能爬城墙打进来了。那胡进思这样的3朝老臣都靠不住，你又如何知道这宗亲和七里能站在大王这边？七哥呀，七哥，若是真的让贼子得逞，那倒霉的不只是咱们家3个。整个杭州城里姓钱的，跟咱们家有姻亲的，一个跑不掉。无妨，靠不靠得住，只需一个问题，便可得知他们是站在孤这边，还是与那程昭岳有所勾连。你2人现在便替孤去测一测。当今的这位前王，心胸手段皆是有的，才智计谋亦是不缺，只是年少继位，少经搓磨，又因着代孕之事，难免多疑善猜。在他心里，其实谁都信不过。你便是算准了此事，才敢如此弄险。他继位之后，第一个打压的便是宗亲。又因着代孕之事，捎带着连外戚也都防着，自家人不敢用，便只能用我这个外人。这5、6年的光景，秦松3都、秦魏3都，海一样的银卷禄米、钱财货物散出去，也就将弄成今天这个局面。就算是你将内衙兵校全买通了，如今这局面，他们便能跟着你提着脑袋造反吗？哼，自然不能。这许多的财货花销，我程某无非是买2件事：其一，让前王心生忌惮，关键时刻不敢信用他们；其二，我做了5年多的内都监使，实实在在用出来的死士不过7、8人而已。即便是这7、8人，我也用不着他们冒死去攻打瑶台院。开门？不错，正是开门。只要到时候他们打开通越门，放我的人进宫城即可。好大的一桩买卖！云清兄，如今信了吧？这笔大买卖，程某的本金固然不多，关扑的却是一个胜率，4两拨千骑。宗室不可用，外戚不可用，如今来禁军，也不敢用了。王宫里这位小前王，如今有谁人可用？大概只剩下他那2个好弟弟了吧？浙东营田大使，大王的意思是在台州设浙东营田使司，统一提调明、台、温3州的营田农桑事。各州自有营田司在，为何要设3州营田大使？台州、温州营田使都坏了事，营田司内的贪渎情弊也需查办明白。这2个官署，怕是都靠不住了。
应天大使名爵过重，大王主意何人？我奉王教，来问一问相公。温州知州慎温琪，内都监使程昭岳二人，哪一个堪为浙东营田使？这还用问吗？沈如玉是什么人？那个姓程的是什么人？一个是君子，一个是贼子。浙东营田大使不叫君子去做，难不成还要叫一个贼子去做不成吗？程昭岳是个买卖人，沈文琪是君子，可君子变不出钱粮。眼下台州、温州的局面，须得一个懂得经济之道、财货营生的人，好生调理。浙东营田大使不能用君子，要用买卖人。诺。这些年我训练了340士，如今皆已潜入城中，藏身于山野各个方死之间。只要通远门一开，我便率他们直扑瑶台院。亲从亲卫6都，不奉王教，不敢擅动。再加上这些年我下的功夫，花出去的财货，此城之内可保无虞。到时候，胡进思将率家甲赴萧山大营，以上统军使的身份号令东西两府，不得妄动。唯一可虑者，便是居于罗城内的钱姓宗亲和朱家外戚。我的人手实在太少，以340士掌控牵制6都禁军已是勉强，再加上外城的这些宗亲外戚，几家心向前世的公卿勋贵、家丁仪仗私兵，仓促间也能凑成1000人之数。我带了500人，都是当年黑云长剑都的老卒。如此说来，大事可成。浙东营田大使不能用买卖人。那参政的意思是用沈文琪？慎如玉才学胆识尽有的，可惜无论身份和手段都不够。这个浙东营田大使，他做不得。2个都不用。最合适的人选其实是九郎君。九郎？九郎君乃大王亲弟先王爱子，宗室父亲，曾于崇元殿上契丹天子驾前重伤张彦泽。袁参章，此时可不是说笑的时候。得着岂敢玩笑过世啊！九郎君伤的张彦泽，虎狼也好，蛇鼠也罢，自然也伤得。是大王派你来问的？洪处焉敢伪传王教，诓骗水秋公啊！你是不敢，大王敢啊！备马，我要进宫。都。吴兴公，事情有变。水丘昭劝，号称吴越国第一君子，我在汴梁时领教过，是个狠角色。此人一夜入宫，定是闻到了什么味儿。云锦兄，你的人何时能准备听到？无需准备。一个时辰。
用不得。好，大王兴如此诈谋，试探宗亲重臣，君道何在？国家有难，大王不幸宗亲，不幸勋贵，不幸宰侄。那吴越国之内，大王还有可信之人吗？水秀公，无脑，是雇佣错人了。以致这入境宫城之内，钱流激荡，故实在是不知何人可信，何人可用。如何不可信啊？如何不可用啊？刘月成，滚进来！末将在。传，大王降命，令秦从第1、2、3都，亲卫第1、2、3都，1个时辰之内到通远门披甲列阵。敢有迟疑者、怠慢者、妄语者，思想奔走者，立斩。末将谨遵王教。这是大王的工程，这是大王的王都。无论是宗亲、勋贵，还是那些文武礼数，皆是大王的子民啊！若是有人胆敢行大逆不道之事，大王，你只需登高一呼，满城尽是秦王之事。大王要诛逆，要拿贼，只管大道行去便可，何须行此鬼域之伎俩啊！要知道，此处是3代前王经营守持了40年的吴越，它不是中原。这里没有公然弑君的臣子，也没有能逍遥法外的逆贼。水秀公，是何承训深夜出手，程昭岳他意图要……程昭岳，程昭岳是谁呀？他是在王都奉职的一个国家大臣，他不是割据一方的藩镇节帅呀。他有不轨之心，有悖逆之行。1名御史，10名兵卒，足以擒之，明正典刑。要是若以九郎如此糊涂的主张，将数以千计的亲卫亲从调出子臣，那些没有了约束，又没有了上官的那些禁军，到了外城，该捅出多大的乱子！到那个时候，勋贵相互残杀，黎庶流离涂炭，安生了几十年的东南市民，何以心向大王？心向前世啊！是红柱糊涂了。你何止是糊涂？走了一遭汴梁，你便以为自己是勇士了？当了一回南征的官军荣使，你就以为自己是名将了？你那胡闹当计谋，国家社稷，岂能胡来？不该你逞能的时候，你偏偏耍小聪明；该你认真的时候，你偏偏犯了糊涂。一个程昭岳，他当不得那么大动干戈。真正的凶险，
是他背后，是他背后的那些南唐的细作，南唐才是我们吴越生死之敌。大王，洪处知错了，我这便将那李元清给揪出来。站住！请大王赐九郎兵符。臣弟谨遵王教。带着兵符去找张允。水秋公，孤知错了，只是胡令公处。胡令公是国之元荣，臣不相信胡令公会如此这般的自甘下流，与那些小小之辈同流合污。臣愿与替大王去问个明白。故派齐眉督护卫水秋公前往。不用了，臣要去见的是国家的元帅，不用带兵。九郎君奉大王教命，前来点军，速开营门。让来人退后10步。军中业绩，来人退后10步。沈城礼，你给我出来！往前。军中业绩，靠近寨城者死。兵部尚书内牙马军上军使，领寿州刺史嘉兴侯张云在此，奉大王教命，护卫九郎军入营点军，请九郎军移驾寨墙下答话，旁人不得跟随。九郎君，沈城礼执意抗拒王教，不肯开门，情形不是太好。以某之见，不如回转王都去，待得天亮再做计较。所有人马原地驻扎，我没有回来之前，不得靠近寨墙1步。先王必求子，钱洪处在此。沈城礼，滚出来！九郎君见谅，末将沈城礼。吴越今至，营中严刑夜禁，戌时3刻至寅时3刻，纵有敌袭反乱之警，城门亦不得开。还请九郎君明日天亮了再来吧。王教在身。
本郎君等不到天亮。你坐上那个竹篮子，自家滚下来见我。郎君容禀，吴越军至，大军在营驻扎，非奉率令差遣，将主擅自离营者斩。若要末将出营，还请郎君拿上统军使胡令公的令箭勘合来与末将看。本郎君没有胡令公的令箭，那就请郎君啊，明天天亮了再过来。那我上去，我自家上去行了吧？你把篮子放下来，本郎君上去与你说话。沈城里啊，你也是从千军万马里厮杀出来的汉子。萧山大营有我吴越6000甲士，本郎君就孤身一人上去，怎么？这都不敢？来，放出来！那九郎君得罪了。见过师中，家父年迈，已经睡了，请明日再来吧。明日，便就晚了。嗯，有人出告说你父子2人造反谋大逆，我不敢信，也不愿信，这才营夜赶来，想当面问个清楚。胡教授刚才说让我明日再来，是想告诉我，此事不用再问了吗？既如此，师中请稍等。你这吓死个人！末将楚州刺史，内衙右辅统军使，全知萧山大营军事沈城礼，见过九郎君。王教兵符在此。啊，查验吧。末将谨奉王教。不要胡令公的令箭勘合了。末将代办王事，冲撞了九郎君。准备。你手下有多少兵额？萧山大营有4个伴都，步军4712员，马军1433员。战马多少？驮马多少？战马2968匹，驮马1844匹，走骡1062匹。够用了。击鼓巨将。诺。不放心，担心哪个呀？水丘宫国之柱石，臣弟有什么可担心的？
那就是担心九郎。还是太年轻了，在军中素无威望，萧山大营的沈城礼，这又是六伯父一手提携上来的积年宿将，常年在外带兵征战，要提调统御这样的骄兵悍将，九郎，放宽心。这沈城礼虽说是六伯的女婿，却也是吴越的臣子，打过仗，杀过人，见过些世面。这些其实九郎也不差。九郎也打过仗，九郎也杀过人，九郎也见过世面。沈城礼打的不过是些战线攻防，你来我往，没战不过1000余人的厮杀。九郎经历的是汴梁围城、南下福州，那个都是上10万人的战场。沈城礼杀的不过是些南唐的将佐军校，咱家九郎可是实打实的重伤了一个中原节度使啊！六哥，这些事情朝堂上说一说也就罢了，咱们自家兄弟都明白，这只是机缘巧合，恰逢其事而已，却是当不得真呐。若当日崇元殿里站着的不是九郎，而是你。那上头坐着的是威压两朝、纵横南北、生生自汉家统绪，各取了16个州郡的契丹天子。你敢动刀子吗？我早便说过，老王外家的这些子弟，也就你还看得过眼。几万里冲山去，几万里大江奔腾，几万里战马嘶鸣，几万里此情无声，几万里陌上花开，